人類到底有沒有停止進化？你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：如果今天的人類和幾萬年前的祖先站在一起，你覺得我們能一眼認出誰是現代人嗎？答案可能會讓你大跌眼鏡，根本分不出來。我們有着同樣的2只眼睛、2只手、2條腿。長期生活在海邊的不會突然長出鰓来，長期生活在沙漠裡也沒有長出一層防曬皮。於是很多人就開始納悶了，難道人類已經停止進化了嗎？如果你也這麼想，那你可就低估大自然了。先說結論，人類不僅沒有停止進化，甚至在今天這個時代，我們依然能在一些特殊人群身上清晰地看到自然選擇留下的痕跡。不信，咱們就去東南亞的海面上看看，那裡生活着一個被稱為海上吉普賽人的族群——巴瑶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讓你不帶任何现代潛水設備潛到10幾米甚至幾十米深的海底去捕魚找貝殼，你會怎麼樣？你肯定憋氣憋得腦子缺氧，肺都要炸了，对吧？但巴瑶人就是这樣生活了一代又一代。科学家对他們進行研究時，發現了一個極其震撼的細節：他們的脾臟比普通陸地居民平均大得多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脾臟不就是個沒什麼存在感的器官嗎？怎麼跟潛水扯上關係了？其實，脾臟就像是身體裡的一座氧氣彈藥庫。當人進入水下缺氧狀態時，脾臟會主動收縮，把裡面儲存的大量紅細胞瞬間釋放到血液裡，變相給你增加氧氣輸送能力。也就是說，巴瑤人為了適應長期的海上自由潛水，他們的身體在幾代人的時間裡悄悄被自然選擇雕刻了。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進化嗎？但說到這兒，你可得千萬別掉進另一個坑裡。同樣，在東南亞海邊，還有另一群人叫莫肯人。他們的孩子從小也在水裡泡着，甚至能在水下睜開眼睛，靈活地尋找食物。你可能會覺得這又是基因進化的鐵證吧？但科學家一查發現，還真不是。莫肯人在水下的超強視覺，其實是他們從小到大頻繁訓練和視覺系統發育帶來的可塑性，也就是所謂的用進廢退，並不是他們的基因發生了突變。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巴瑶人的脾臟告訴我們，基因真的可以在自然選擇下发生改變，而莫肯人的眼睛則提醒我們，千萬別把後天的訓練和發育當成是基因層面的進化。這兩個概念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真正的遺傳進化需要漫長的時間，而現代人又有空調、有衣服、有抗生素、有現代醫學，把絕大多數自然環境帶來的生存壓力都給擋在了門外，那我們今天的基因是不是就徹底躺平，不再變化了？當然沒有，自然選擇從來不等於誰死得快誰就被淘汰。只要不同基因的人在生育後代的時間或數量上存在微小的差異，進化就一直在發生。只不過今天的進化變得極其安靜，它藏在出生率、死亡率和無數冰冷的統計數據裡。你照鏡子看不見它，你跟父母也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。但如果你把時間尺度拉長到幾千年，變化就全出来了。不信你想想乳糖耐受這件事兒。你可能覺得成年人喝牛奶是天經地義的，对吧？但对地球上絕大多數哺乳動物來說，斷奶之後就失去消化乳糖的能力了。人類祖先其實也一樣。可大約在1萬年前，當人類開始大規模馴養牛羊，有了穩定的奶製品來源之後，奇妙的事情發生了。那些成年後依然能夠消化乳糖的人，在食物匱乏的年代獲得了巨大的生存優勢。於是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篩選，與乳糖耐受相關的基因頻率在特定人群中直線上升。你看，這就是文化改變環境，環境反過來改寫基因的頂級案例。人類發明了畜牧業，結果反過來被畜牧業塑造了。類似的還有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群。面對高海拔、低氧的極端環境，他們體內與低氧反應相關的基因，比如著名的 EPASE 基因，在幾代人的時間裡明顯受到了自然選擇。這都不是什麼電影裡的超人變身，而是無數代人生命接力留下的痕跡。所以你看，進化從來沒有停止，它只是像一條埋在地下的暗河，無聲無息地流淌。你站在地面上，永遠聽不到任何轟鳴，也看不到任何閃電。但真正讓人細思極恐的是接下來要說的這部分。如果說過去幾萬年是冷酷的自然環境在挑選人類，那麼今天
情況正在發生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反轉。我們不再被動地接受大自然的考驗，而是開始製造人工環境。冷了，我們有暖氣；熱了，我們有空調；生病了，我們有靶向藥和疫苗。我們把越來越多的生存壓力從大自然直接轉移到了科技身上。更瘋狂的是，人類不僅在改變環境，我們現在甚至開始擁有直接編輯生命本身的能力。從基因測序、胚胎篩查到基因編輯，未來如果這項技術繼續發展，會出現一種什麼局面呢？過去是環境選擇人類，現在是人類改變環境，而未來會不會變成人類主動選擇自己的基因？這才是人類進化最魔幻的地方。我們不再是單純被自然雕刻的產物，而是正在成為那個拿着刻刀試圖定義自己未來的物種。那麼未來會不會真的出現適應月球、火星甚至其他外星球極端環境的人類呢？歡迎評論區聊聊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